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来画一幅金刚手的作品啊。首先第一步，先要把底稿准备好啊。底稿我们准备好以后啊，准备一张熟宣纸。这个熟宣纸需要用到什么纸呢？尽量选那个云母熟宣啊。为什么呢？云母熟宣适合我们这种初学爱好者啊使用。你不要用禅意了啊。为什么呢？禅意稍微画几下它就破啊，它不确实是能画啊。有些时候啊，这个禅意还可以在正面背面画。有些纸啊，它有不同的功效啊。有一些纸啊，它就是特别适合于我们这个初学者。我们这个初学胡和老师更建议用云母书宣啊。把底稿云母书宣准备好，把笔墨纸砚准备好，我们就可以第一步先把它勾出来，用勾线笔。用勾线笔蘸上墨汁啊，把它磨出来，这个叫磨啊，印着画叫磨。我这磨，临摹啊，临是照着画啊，这个磨是印着画。印着画，胡和老师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第一，尽量和我的线条完全贴合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画的多细，你也画多细；我画的多粗，你也画多粗。我一根线条由细变粗的过程，你如果能完全贴合，也能起到学习和进步的作用啊。所以画的时候要慢一点。第二个要求就是先调整你的抓笔姿势啊，你是这样抓笔呢，还是这样抓笔呢？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是必须的啊，是不可以的，什么呢？你这画的时候，这个笔杆啊不能倾斜，这个是不可以的。你不管是这样抓笔还是这样抓笔啊，画线条的时候，全部都要怎么样？垂直纸面来画，这个听清楚了吗？你说老师我不习惯，不习惯习惯一下啊，是不是？你像这样的，平时我们从小啊写字是不是这样斜着写？那是硬笔的啊。书法的话啊，你不管是这样抓还是这样抓还是这样抓，就是画，只要是写书法，都要求你中锋行笔啊。什么叫中锋行笔？笔杆竖起来，笔尖走在每条线的中间。对，如果你习惯这样的抓，你就这样抓；习惯这样抓，都是对的啊，全部都是对的。好了，那我们要注意了，画之前呢，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先听呼和老师讲课啊。有些同学啊，拿上就画，画完就错，错了再画。不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啊！学习注意方法，我们要想一想，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是怎么学习的？你上课的时候啊，不用上课，直接去了学校就写作业吗？是不是啊？需要干什么？先听课，听课的时候要做笔记，做完笔记以后再写作业，是不是这个过程？所以不要着急，先把课听了。再把课的过程中的笔记记了啊，把那小本本放好，然后你再画啊。为什么呢？能为你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失误啊。我们的古人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段话，呼和老师在教你们学习方法。学习是讲究方法的，不是你想学就能学会的，是不是？懂不懂这个问题的道理啊？所以注意了。把学习方法调整好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啊，经常犯。好了，这个幅画的大小是多大呢？其实我原本设计的是宽是30公分啊，高是40公分啊，基本就是这么个样子。但是你说老师，我这个能不能把这个纸放的大一点画啊？我觉得好看，可以。你说老师，我把它纸放的很大，上面空一个很长的一溜，我给写上那个什么《金刚经》。或者是般若波罗蜜心经啊，有拢共200多个字，行不行？或者是什么经啊？可以啊，这也可以。你要书法可以的话也行。对，这些都是什么呢？这叫画和书法相结合啊。这个稿子啊是取自于唐卡里面的一个稿子，但是咱们染的时候啊，咱们后面深入刻画的时候呀，咱们要用到工笔画的画法啊，工笔画的画法。这个稿子也是比较漂亮的，一个金刚手。那好了，画之前呢要注意了啊，要先调墨啊，墨分5色啊，一般大家稍微了解过一点的啊，都知道墨分5色，焦、浓、重、淡、轻。从焦墨开始，加入不同程度的水，它会逐渐变成浓墨、中墨、淡墨、轻墨，是不是？
那我们画工笔画的时候啊，一般焦墨用的很少啊，基本就是浓墨、重墨、淡墨、轻墨这些范畴内来用，也不是特别准确，因为墨啊分5色，但是细分能上1000多种颜色。对，它加水的不同程度，它会逐渐变化。所以啊，我们画之前要学会调墨，调什么呢？一个是中等偏浓的墨色，一个是淡墨。你先把这2个墨色画这幅画啊，先把这2个墨色你先掌握了。中等偏浓的墨怎么调呢？墨里面滴几滴墨，你滴几滴水，墨和水1比1啊，或者稍微多一点也行。淡墨就是什么呢？一份水啊，一点点墨啊，淡一点，这就是淡墨。你要先把这2个调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画工笔画要用，对不对？不用我就不说了啊。我为什么要用哪儿用呢？首先我们这个手啊，它是分2层，一个是手背啊，一个是手心啊。我们都知道手背和手心啊，它的颜色不一样，所以手心我们要用淡墨，手背啊，它这个金刚手啊，我们给它用深颜色，所以要用中等偏浓的墨。其次，中间这个法器啊，这个法器和这个手镯这个饰品啊，尽量用中墨，就是比中等浓度稍微淡一点，然后比淡墨稍微重一点，这叫中墨啊。然后后面的这些火焰啊，我们也用中墨来勾啊，也用中墨来勾。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手2种墨色，一个是中等偏浓，一个是淡。然后其余的什么呢？什么指甲啦，淡墨，然后后面的火焰啦，中墨，然后这个法器啦，中墨，这个饰品啦，中墨，你看是不是？那好了，再总结下来，我们就知道哦，这幅画我们用3种墨色来勾，对，这样为什么这样勾呢？省事儿啊，后期我们不用复勾啊，这是一。第二，线条也不会丢得太厉害，这是我们工笔画。工笔院体画派啊，一种新的画法，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科学的画法。那好了，现在啊，这个淡墨和浓墨我们调出来以后啊，不要看怎么调，这墨里加水就完事了，是不是？小孩子也会啊，主要是我们看看这个墨色的程度。你像啊，你看现在我这个调了点墨，你看这个就类似于淡墨了。然后你看画完了以后啊，一定注意拿这个手指头啊，你搓一下啊，搓一下，搓开了啊，这个颜色就是你墨色干了以后的颜色。你像这个墨就稍微有点重了啊，稍微有点重了。咱们再给它再加点水啊，再加点水，看效果啊，看效果。你看到这个墨色啊，看效果。你别看我怎么调，你就墨里加水的就行了，是不是？对，你看画完了以后一定注意啊，搓一下。哎，你看搓到这个浓度啊，这就是淡墨啊，这就是淡墨。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的画了。下面我放的就是一个拷贝板，对，我放的就是一个拷贝板。咱们先找淡墨的地方啊，淡墨的指甲是淡墨，然后什么呢？手心啊是淡墨，咱们先拿淡墨勾啊。淡墨它毕竟地方是怎么说呢？区域少啊，它这个。我现在要把镜头往近放啊，镜头往近放，拉近一点啊，拉近一点能看得更清楚。顺序是这个顺序，接下来你们要看我是如何运笔的啊，如何画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教学的演示啊。你们画的时候呀。也要尽量啊往这个方向靠啊！你看胡火老师是往这个方向靠，不是让你们临摹完全一样。为什么呢？不好画啊，不一定能完全跟我一样。我这个摄像头一定要注意了，我是要稍微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直着从上往下，你们只能看到什么呢？只能看到我的啊这个笔杆。你看，稍微我要斜一下。找这个角度，你看我还得看着。像注意了，这个指甲注意用什么呢？用蓝叶描啊。什么叫蓝叶描？细细的进，然后中间变粗，这个收笔的时候再细啊，再衔接一下，这叫蓝叶描。你看细细的进，拿笔尖，然后稍微用点劲儿摁一下就变粗了。中锋型笔啊，中锋型笔。你们这个画画的速度啊，尽量保证在1公分
每秒钟啊，这算是比较能更慢更好。你看这个也是虚虚的细细的进，衔接好啊，你看这个指甲就画完了。画完以后来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效果，看到了吗？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啊，细细的进，它要把这个指甲画得很尖，然后两边的衔接好啊，然后这边这个里面这个也是细细的进，中间摁一下，往下摁，然后细细的出，这叫蓝叶苗啊，蓝叶苗18苗中的一种，18苗中的蓝叶苗的应用是最高的啊，最多的。粗一点的有枣核苗、橄榄苗，细一点的啊，蓝叶苗、游丝苗。行云流水苗等等等等，对，这些都属于蓝叶苗的变种啊，但是也属于18苗的啊，也属于18苗的一种。你看画出来以后啊，就是这样。你们画的时候尽量给我怎么样呢？啊，给我完全贴合。你看，像这里我不用高倍板也能看见。你看这里就是钉头鼠尾苗，切一下啊，然后钉子的头，老鼠的尾。到手笔这儿慢慢的给它变细啊，慢慢出去，钉头鼠尾，这里也是啊，钉头鼠尾。我抓笔是4指执笔法，你说老师我3指执笔法行不行？这样也行，钉头鼠尾。到这里啊，收笔的时候，铁线苗的收笔。对，给它收一下，这样收的准确啊，知道吗？铁线苗的收笔啊，收的准确。你说老师，我收的老有个尖尖，那是因为你不熟练啊，不熟练，熟练了肯定不会有个尖尖啊，是不是？你看咱们在这个，你看我这个就是3指执笔法了，是不是啊？3指执笔法也对呀，啊，也不是不能画呀，啊，你看，你自己看啊。哎，你看变细了，这里也是蓝叶苗，细细的进啊，跟它衔接好。啊，你看，然后这里虚进，虚虚的进，摁一下啊，往下摁，粗了，然后再抬笔，虚虚的出。哎，你看这个指头是不是指甲也出来了啊？这个指甲也出来了。你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很淡啊，但是要注意啊，这个画法就是这样的。你看这边是这样，它是，来我们把灯开开，你看它是从这里起，好啊，然后到这里收。想让它准确一点，就是起的时候钉头鼠尾的起，切一下，或者铁线苗的起都行。收，然后稍微的回个锋啊，你看，让我回个锋。你别看就呼和老师简单的画这么2下啊，你这个想画的准确了啊，你看虚进虚出，因为是淡墨嘛，你可以稍微往深画一画，就是往近画一画，不准确也行，因为它后期啊，你这个墨色啊，你画到这里啊，它也不会对你的整个的这个染色有影响啊，有影响。其实应该怎么画呢？应该是画这个最完整的，像这里。这个我们画白描的时候啊，它有几个难度啊。对临没有磨的难啊，对临没有磨的难。这临啊，就是你照着画比印着画的简单啊。就是练线条来说啊，练线条来说，创作的话那肯定不是一方面。你看我这个就虚进啊，倒着画。咱们就说刚开始啊，你别说往高放，你说老师我一上来就要和齐白石比啊，和八大山人比，和唐伯虎比，那你就别找我了啊，是不是啊？那我觉得你就属于天才类啊，是不是啊？天才类。但你看我们。你看简单的画了这一下啊，你现在说照着画比印着画要简单啊，是不是？你印着画的标准不一样啊，是不是？你看画完了以后，它这个什么呢？它这个边缘的这个线，你看
这个也要用淡墨啊，越细越好。注意，这个是越细越好啊，给它描一下啊，越细越好，就跟头发丝儿一样，或者比头发丝儿都要细啊，这是最好的。你说老师，我画不了这么细，你用那个细笔呗啊，你用细笔呗。你看，我就画这么几个指头。你看画出来的效果啊，画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我给你别看就这2根指头的淡墨啊，这个也是很考究的啊。你想画出来这样的效果啊？你看我这就很细啊，很细很细的，就跟我这没头发啊，有头发给你们比一比啊，这个线啊，就是比头发要细啊，就是一根头发的一半这么细啊，越细越好。这咱们中国画和这个唐卡又不太一样，知道吗？唐卡它这个线条变换呀，没有中国画这么丰富啊，这么讲究啊，是不是？对，它是平涂的，特别讲究啊。这个那当然，不同的画有不同的侧重点啊，是不是？那不能你所有的画啊都优点起来了啊。这个中国画的平涂啊，跟唐卡的平涂要求啊，这个不一样啊。唐卡的平涂要求，一般中国画的老师啊，他一般受不了。是不是？你看，咱们把这虚进虚出啊，虚进虚出，虚进啊，这是得实出。你看我这个反着画，收笔，收笔，对，笔尖收一下啊，这就准确了啊，这就准确了。我们画这个工笔白描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浅显的易懂的这个知识点，就是快易慢难啊。什么意思呢？你画的慢比较难，画的快了啊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你看它这个手纹从这里搭过来，从这里搭过来，你看这里一个小节儿啊，你看我这个能把这个小节画过来，然后这里。其实按照正常的画法啊，它是首先要从完整的画法一个一个画。我嫌它这个墨色变得太复杂，我就怎么样呢？你看这里，我就先拿淡墨先画完了。你们可以啊，因为这个不同的画面啊，处理手法不一样。你复杂的，你肯定是从完整的开始画起，就是你最完整的是哪个物体，你从这个画起。比如画到这里啊，它完整，你画完它，你再画其他。但是我们这个这么简单，是不是？结构简单了，你就要学会变通。对，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变通能力很强。咱们中国人最强的就是变通能力，对不对？像这里手纹，这里要细细的啊，越细越好。你注意接线，怎么接线？你看好了，有些同学不可能一笔下来。你看画到这里，注意，我画不了了，怎么办？虚虚的给它出来，虚虚的给它出来，来看一看啊。这是一根大线吧？啊，很长的线，我画不完了。你看我这虚虚的。就是出笔的时候画这一节啊，出笔时候细细的，然后我再给它往下描。描的时候注意，虚虚的还是细细的进，要往里探一点啊，往进探一小段距离。顺势再给它啊，你画到这儿不行，再给它虚出来啊，一节一节的描，然后要学会调整你这个纸的方向。找你你看一节一节的啊，这叫什么呢？这在我们这个画白描的里面，这叫专业术语，叫接线啊，接线。对，不可能你一上来就能画出这么长一根，而且特别细、质量特别高的。对啊，你不要有些同学一上来就想那个什么，就想按照那种绘画大师的那种手法来画，想多了啊！你想多了，什么功夫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很多同学画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什么叫接线，然后那个线条质量啊，
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就是知识的这个信息爆发的时代给你形成的一种错觉。这个错觉就是你看到的老师好像全部是这样，不是的啊！你能看到的画家或者你能知道的画家是万分之几啊，万分之几的画家，你才知道几个画家呀，是不是？那其余的画家呢？啊，他们也是那样画的吗？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但是你们入手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你们现在的水平啊。画那种长线啊，想画出有质量的长线，一定注意学会接线啊，一定要学会接线。呼和老师，我的这个什么，你说我这一笔能下来不？我这能下来呀，我肯定是能下来的。但是什么呢？给同学们演示的时候，我还就得把这个接出来啊。为什么呢？学习的时候啊，要注意啊，很多同学都刚开始学习都是个什么？都是模仿老师怎么画，你们怎么画，对不对啊？这是很正常的。对，如果不知道这个教学心理思维啊，这个老师也不是合格的。所以，很多爱好者啊，这个接触过呼和老师都知道，老师教的他都能懂，而且他画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成功啊，容易成功。就是因为我教的这些方法啊，就是完全是针对我们这种爱好者。对，咱们教的也不是针对于什么呢？画家的啊，画家这种，你画完一定能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是不是啊？当然了，方向是对的，对，教学的方向是对的，基础给你打实了，你再自由高飞啊，画成什么程度啊？画到多高的境界，那是肯定不会错的啊，肯定不会错的。但是什么呢？但是刚开始这些基础知识，咱们要我得给你掰碎了啊，符合我们现在的，你看虚进虚出水平，你先把这个门先记入了啊，你先入了这门，先把这个爱好啊，咱们先从中能得到愉悦感啊，能得到满足感，能得到优越感，是不是啊？什么叫愉悦感？你画画能高兴起来啊，画画能高兴得起来啊，这就叫优越感、愉悦感、满足感。画完了以后有一种满足感啊，这是绝对是有的啊，这个是绝对有的。最后是什么呢？优越感。你画完了以后，你试一试，只要是画工笔画的爱好者，只要是用心学啊，你绝对能得到这种优越感，而且是爆棚啊，优越感爆棚。所以坚持画，你不信你画完好好跟我画。画完这幅画，你发到你朋友圈，你看看他点赞数，是不是啊？点赞数。好，接下来啊，这个弹幕，你看我现在勾了这些啊，勾了这些就差不多了。咱们来，我看看啊，再总结一下，我再排查一下。好，差不多了。你看弹幕就差不多了啊，勾到哪儿了？每个指头的指肚子啊，指肚子、指甲，还有什么的那个这个手掌、掌心。掌心的掌纹，这些啊，你看勾出，我给把这个，你看勾出来就这样，很淡啊，很细啊，稍微细一点。你说老师我勾不了你那么细，那你就稍粗一点啊，尽量往我这儿靠，这叫和我对话啊，和我对话。勾线的时候和我对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磨的时候啊，尽量和我的线条完全贴合，这是一种空间上的超越时空的这种。对话啊，我怎么画你能画出来吗？啊，这就是一种对话。对，像我们画画的时候是可以和古人对话的。你唱歌的、表演的，你能和古人对话吗？不可能，对不对？你像我们线条大师李公麟，唐朝的吧？我就能和他对话。为什么呢？他有作品呀，他画的作品我拿过来，我看看能不能和他画成一样的。这就是一种对话啊，这是一种对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是用什么呢？接下来你看最完整的，现在就可以画最完整的。最完整的是他手里的这个这个法器啊，那我们就要用中等浓度的墨啊，中等浓度的墨了。中等浓度的墨要比要比什么呢？要比我们的这个淡墨要重一些要重一些。就是水要少水要少，墨要多一点，但是墨和水的比例不可能是1:1它出来的这种效果我看，
你看基本就是这个墨色啊，属于中等浓度。你看搓一下，你看和淡墨比，这是淡墨，对，这是中墨啊，稍微重一点。你看搓一下是这样的啊，就这样就 OK 了。我这有好几个碟子啊，有好多个碟子。你看这个啊，从这里开始，铁线描的起笔。行吧，这一个就画出来了。画的越慢呀，啊，你这个准确度越高啊。像有些同学啊，画的时候不要漏气。什么叫漏气？就是这里断开啊，这个尽量避免。然后第二呢，不要画出去，你别画的超出去了，这也是一个标准。所以啊，画的时候要注意了啊。你看，像这个你就钉头鼠尾了，起衔接地方稍微。你看收笔，你这样的话，你要起笔和收笔啊，就是我们的基础线条的起笔和收笔啊。你要是很熟练啊，你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而且你说老师，我这个方向画的不准确，你也注意变通起来啊。你能不能给我换个位置？比如这样转指，你看我这老晃，为什么呢？摄像头太近，我这个挨的笔太近啊。你看这里。回风啊，你看这不就出来了？画画的时候呀，保持安静啊，保持安静，周围不要有人打扰你啊。画画就是一个安静的过程，这是一。第二，画的时候呀，不要什么呢啊，不要说话啊，不要说话，就安安静静的自己和自己对话。我们这个中国画有这个就讲究啊，叫墨香油臭。什么叫墨香油臭呢？水墨画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画香的啊，油臭是什么的意思呢？不说啊，不说了。这个有好奇心的同学啊，你可以去我们现在的什么网站上自己去搜一下。这个对，所以说你看画完了，从中间完整的往两边散。这边怎么画啊？注意了，这边怎么画？你看这边是法器是这样的。先画上面这里啊，先画上面这，再画它。对，这上面这里是什么样呢？注意了啊，它是有一个包裹的这种结构。我给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呢？画画的速度是1公分每秒钟1公分的行进速度，这叫速率啊，这叫速度啊。学过数学的都知道啊，你有速度啊，单位嘛。对，多少？比如说我们啊，多少迈，多少公里每小时，这是车辆的速度。而且我说的是平均速度啊，平均速度。你说老师，我能比这个再慢一点吧？可以，你越慢越好啊，越慢你练习的越快啊，越慢你练习的进步的越快。看我这个就是基本属于每公分啊2秒钟每公分吧，差不多吧啊，不能完全一样，咱们又不是机器啊，是不是？咱们又不是机器。你看画完了以后啊，你看这里是细，根部粗一点啊，上面细，根部粗一点，稍微的啊变化一下，这里是一个小圆圈，上面粗，下面细。你看，这一步一步的啊，注意衔接关系啊！你看这里，
这个唐卡的线条啊，这个和我们这个工笔画的线条比起来啊，就是国画的这种线条，尤其是院体风格的这种线条比起来，它是有差距的啊，它是有差距，它不是以线条为主来表现的啊，它是以平涂为主。什么画都是有一点啊，这个也有点，那个也有点。唐卡的不是以线条为主来表现啊，但是它的平涂呀，特别的厉害啊，特别的厉害。所以唐卡这个职业啊，他是个画唐卡的唐卡师啊，他这个职业寿命非常短啊，非常短，太费精神了啊，太费精神，耗精力了。对你30-40岁、40-50岁、40多岁啊，就差不多了啊，就差不多了。这个你没有太老的啊，没有太老的，你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呼和老师甩锅甩得很厉害啊，是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说的啊，墨香油臭也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都是别人说的。这里注意了，这里你看2个指头都是淡墨，淡墨和淡墨之间啊，你往描的时候，你哪怕给我描的稍微断开一点也没事，但是一定不要给我画进去。你画进去了以后啊，咱们没有办法修啊，但是你要断开，我们后期是可以调整的。所以你像就变通，我说尽量不要，但是你也要注意了，像这种淡墨和浓墨交接的地方，你保证不了你完全的能准确的给它落笔，那你就要给它断开一点啊，断开一点。像我都得慎重啊，我都得慎重。这叫啥？这叫变通嘛啊，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变通，不要走那种西方人那种死套路啊！画画，我感觉啊，西画画起来就跟中国画比起来啊，西画画起来相对痛苦啊，相对痛苦。我个人认为啊，当然了，我画肯定是痛苦的。每个人我们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看，慢慢的收笔啊，收笔准确一点。你看这两边中间还有一个小瓣。我们没有说谁画画的理论一定是对的，也没有谁说的一定是错的啊。你们觉得自己你认为正确就行。对，画画有那么多流派风格，是不是？注意了，这里啊，这里还是你看这里也是它的这个，你看交接的。这个小球啊，是不是小球？它的这个小球相对称的，你看这里注意，衔接好啊，衔接好。这里你看之间的，它们之间这过来，这过来，这有个小瓣。画的时候要按结构来啊，画的时候要按结构来。你看画到这里啊，这个法器基本就差不多了啊，是不是？法器基本就差不多了。然后注意啊，这里我要说一下啊，这里是。对，这里是怎么样呢？这里是有个云啊，有个云从这儿绕出来，下面没有啊，上面有个云啊，有朵云。云我们本身要用中等偏浓的墨，是不是啊？这个我就直接给它画了云，先画云，给它绕过来啊，云这里你看，然后这里。对不对？然后我还可以给它加一些纹理啊，你看，让它的这个结构啊更加的自然啊，转折稍微生动一些啊，这就是一种什么呢？这就是一种自己对画面的理解啊。然后这里停顿，这种法器啊，一定注意啊，就是交接的地方稍微粗一点。中间细，两边粗啊！你看，稍微摁一下，收笔，这里衔接紧密啊，然后这边继续，好。转折停顿啊，转笔衔接好，
你看这边调整衔接紧密啊，手笔，你看一步一步的来啊，别着急。然后这边啊加一点儿小结构啊。你看我们这个法器的上半边啊，就给它画出来了。这边先画里面的这个中锋行笔，一定注意啊，手笔准确。手笔怎么才能准确呢？行笔的手笔的动作啊，你要准确。从两边。你看这里不行了，你就给它转一下，因为啥呢？我这笔杆啊碰着这个摄像头了，我得断一下啊，接一下啊。这个你看在接的时候虚虚的进，然后顺势给它出来。你看对不对啊？要学会这样。然后这里是这个啊，这个线条画起来的话是这样，从上到下这里边转一圈。衔接注意了，这里要衔接给它接在一起，不要中间断开。哎，到这里再，大方向啊，它这个稿子啊，还是跟这个人家那个唐卡的那个稿子是差不多的。但是细节的线条应用啊，还有这种结构的衔接啊，这就是每一个画家啊，就是每一个画画的工作者，他这个对线条的理解不一样，他画出来的效果不一样。这个知识点该怎么理解呢？我刚刚说的啊，每一个对线条的理解不一样，它画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啊。就这个怎么理解？来，我就说一下我们的民族歌手啊，我们这边的民族歌手腾格尔老师啊。腾格尔老师唱过很多流行歌曲啊，是不是啊？那就是什么意思呢？来想一想他的歌，他唱那种流行的那种比较洗脑的那种网络神曲，那就是以他的风格来唱普通的歌啊，都是一个歌，那风格一样吗？不一样，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和风格。所以注意了，你光看样子是一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老师画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啊，是不是？他对线条的处理和理解啊也都不一样。对，一定要注意这个思路啊！你看这边，这里是这样的，给它这边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哎，你看这边和它正好贴合啊，正好贴合。不要多啊，不要少啊，要正好好的贴合，这样为我们后面的什么呢？染色啊，打下坚实的基础。你看，要这种正好的贴合。你看左边我们是不是就画出来了？这里画一些它的花纹啊，这里画一些花纹。你看这不就完成了吗？啊，基本就这边就画的差不多了啊。你看这边就画，然后你再画右边啊，左边画完画右边，两边的给它衔接出来。当然了，有些从下往上画也是正确的啊。你看这里。这边
把它贴过来。咱们中国画讲究一个什么呢？啊，不对称，稍微要有点不对称啊，不要完全一样啊，不平均啊，不对称就是不平均。但是有一个哲学，不平均但是平衡。对，不平均啊，我这个画面啊，结构啊，我画起来不是特别的平均，就是两边不是完全一样的，稍微多少有点不一样。你可能造型一样，但是我用的线条的起笔收笔不一样。也许这里我用的是铁线描的起笔，这里我就用蓝叶描的起笔，是不是？起笔收笔不一样。你看，这就反正是我要不一样。这叫不对称啊，但是啊，不对称但是平衡啊，不平均但是平衡。对，这个道理你要慢慢理解。这个真的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中国画里头充满了中国的人的哲学美啊，哲学美，你要把它理解清楚了啊，你别最后画了稀里糊涂，是不是？那画的，我只能呼和老师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咱们也在不断进步。毕竟啊，近代最厉害的画家是谁？是齐白石啊，张大千。但是他们的成就，你说跟那八大山人啦，跟那王梦溪啦，跟那赵哲啦比起来，好像还没到达人家那个高度呢，是不是？哎，所以啊，我们中国绘画的啊，这个山峰啊，值得我们画画的人啊，你勇攀去吧啊，还没有止境呢，对不对？你只能说在当代现在这波人里头，你纵观古今啊，纵观古今。我们的这个画画水平理解，对哲学的理解，对画的这种中国的哲学美啊，还没高度还没起来呢啊，这跟国力是一样的挂钩的啊。我们的中国的 GDP 现在没有占到全世界的75%吧，还没有占到吧？美国才20%多，漂亮国才20%多。对啊，咱们中国才10几啊，是不是？19，已经是第2大经济体了。对啊，这个东西都是跟经济挂钩的啊，实力挂钩的。就是宋朝的时候，据统计啊，不知道谁统计的，人家说是宋朝时候中国的 GDP 占全球75%。什么概念？还有好奇，宋画巅峰嘛，元朝也高，清朝也高，就没有低的啊，就咱们现在是最低的。对，所以我们叫复兴嘛啊，是不是？已经很牛了啊，已经很牛了。看这里注意准确度啊，哪怕你给我断开一点。千万也别画进去。画进去真的就不好处理啊，真的就是不好处理。画的时候啊，这个圆弧啊，你要圆起来啊，是不是？画的时候要有这么一个有点带圆的画圆规的感觉，有一个点啊。有些老师说了，你画小的时候啊，这个点在哪儿呢？指头在中心啊，你绕着它走。是不是啊？指头在中心。画大一点的时候，手腕在圆规的那个点，你画大了也是个圆弧。再往大就是手肘为中心，再画长线条带圆弧。意思就是画的时候啊，你这个弧度啊要圆润起来，找到那个支点。找到那个支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废话，是不是啊？你想画圆弧，肯定要有支点啊，你没支点你怎么画圆弧？对不对？这还用教吗？啊，是你手稳了以后啊，怎么画都对啊，是不是？手怎么稳呢？啊，就是调整你的抓笔姿势。不同的人啊，对这个不同的抓笔姿势的适应度不一样，是不是？你不能说你看着人家这个画的是这样的，你就能这样画啊，不是这样的。也许
他不适合的姿势，你适合。对，这叫个体的差异性啊！你教育教学嘛，你得要充分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对，因地制宜啊，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啊，政体制是不是啊？你社会主义来了中国，还得有个中国特色。你别说我们画画了，是不是？对，你看你往上看，这都是充满哲学问题的事情。对，你看，你看这不就画完了吗？画着画着画着就完了。然后注意，这里你看它这个线条会不会给它连起来？哦，通过来没有？好，可以，说得过去啊，没有透视关系。这边再画出来，慢慢的画啊，慢慢的画。我画到这里也差不多了。转折的时候啊，你不要这种转，稍微停一停啊，这样转起来的话，它这个质感会更加的好。你看转的时候，我稍微停一下啊，停一下，它这个力度就漂亮了啊，力度就漂亮了。这里我补一下。画到这里啊，我这个法器也就画完了啊，也就画完了。你看，画到这里，法器画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稍微再用比这个稍微再浓一点的墨啊，来画什么呢？来画我们的手了。其实啊，这个墨色画这个手也行啊，也可以。我看就这个墨色画吧啊，画手吧，中等浓度的。对，就俩墨色也行啊，这个问题不大。画手的时候，你看把这个外轮廓画出来。你看这根线啊，把它的指头顺势啊，这个指头过来，这边转角这里啊，转角这里，这边，一根一根的画出来，这边虚近，衔接紧密啊，然后这里注意了，起笔收笔啊，要准确。画不准确你就描嘛啊，是不是？是不是？你看这根稍微长一点的线啊，停顿，在这里停一下啊，稍微粗一点，然后慢慢的往下走。收笔时候逐渐抬笔变细啊，逐渐抬笔变细。你看要有一个线条的变换啊，它不是说是就是一根线。你看由细到这儿转折的时候粗一下，然后又粗，慢慢的变细啊，它这是个变化啊。白描啊，中国的这种中国工笔画里头的这个线条啊，它的变化就，我们刚开始画的时候啊，你就不要考虑这么多的变化，老师怎么画你怎么画。到学到后来啊，学到一定阶段呀，你就要考虑什么呢？线条的变化了。先练什么？准确度。你说老师，我这钉头鼠尾想画都画不出来，你还考虑什么变化呢？对不对？啊，所以注意了啊，这个变化很重要，但是是有阶段性的。它重要是重要啊，你得先学会走吧啊，你起码走你得学会。看，和手腕交接地方摁一下。对，给它下来啊，交接地方摁一下，稍微粗一下，再给它再下来啊，这样就这个手就
几根手指头了？1、2、3、4、5，好，5根手指头。你看画到这里啊，这个手就算是我们主角啊，主角这个手就算是画完了啊，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出来效果就是这样的。其他顺着描就行啊，其他顺着描就行。像这个火啊，也是这个墨色啊，火画的时候也是这个墨色。其余的这种配饰啊，也就这样，我给画个火吧，好不好？然后咱们这个白描就到此为止，就这1个小时了啊！你们要画的时候啊，也要慢一点啊，也要慢一点。你看，咱们画一下这个火，火的时候啊，尽量用什么线条呢？用这种虚线啊。你看这里虚一点，细一点，转折的以后稍微摁一下啊，然后鼓起来的地方稍微细，凹下去的地方摁一下。你看细细的进，虚的，衔接这里，注意衔接这里，这边就是能细就细一点啊。你看这里虚进摁一下，好，这里衔接好，好，然后这里啊。这就类似于我们的什么呢？类似于我们这个18描中的这种行云流水描啊。当然，行云流水描画起来啊，什么叫行云流水？很飘逸、很快的啊，这个画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你们画的时候尽量慢一点啊，尽量慢一点。只能说是啊，只能。等你们对零的时候啊，你们再来行云流水。有一些线条啊，磨的时候很难画出来啊，磨的时候很难画出来。你像这个，它这个，你看这个烟儿啊，这个云，这里转过来，从这儿是绕过来，是不是？好，我这边绕过来，给它加一个小纹理啊，加一个小纹理。你看，从这儿绕过来。从这穿过来，绕到它的指尖，对不对？哎，然后这个火，你看一定要注意，你看先尖虚虚的，不要直了，虚虚的。哎，转的摁一下，你看，哎，然后转折处啊稍微粗一点，增加它的对比，使得它的质感啊更加的好看。就是我们通过线条的粗细变化，能画出它的体积感来。这里你画的快了，你像我这种画的快了啊，它也本身就是一种行云流水。但是你这个行云流水啊，它是有停顿的啊，我能快能慢，是不是？你这能快能慢吗？想快的快，想慢的慢，是不是？能达到吗？达不到的话，证明你的准确度还不够啊，不够的话那怎么样？就练呗啊，是不是？你看这个我这个行云流水。你看时快时慢啊，我应该画出这种时快时慢的线条啊，它就有一种很飘的感觉，你看到了吗？快的你自然画快了以后啊，你这个线就细了。你看你看我这个很快，唰就过来了，是不是？它这种很飘的感觉，就像飘带一样的感觉过来啊。但是你慢的时候，你稍微慢一下，它这边又粗了一下啊。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就出来了。但是你得能控制得住啊，是不是？时快时慢控制得住，你超速了，你能不能有这个水平，能把这个车的方向把稳了啊？这就是一个水平的问题了，是不是？你看，就是说你超速的时候啊，能不能保证你的水平？那开快车谁都会，是不是？那赛车手那要都开快车都能开好的话，那要那赛车手有啥用呢？啊，是不是？那赛车手就是在我能开的快车的情况下，我可能保证它的准确度，开车的准确度，是不是？对你100迈，你转个90度的弯，你和
开20迈转个90度的弯，那水平能一样吗？啊，是不是？我开个200迈，我转一个90度的弯，拐弯拐过去，我不减速，这就是个高度的啊，这就是人家工资就上了10几万一个月了，对不对？你这20迈转也能转，倒是也能转，你能给你钱吗？啊，是谁啊做不到？是不是？所以注意了啊，什么叫准确度啊？明白了没有？像这种快起来的话，还能保证它的准确度啊，这样的话需要你们后期的慢慢的练。当然你们练的时候尽量啊，就是匀速，咱们就20迈转弯就行了，好不好？好，这样画出来的什么呢？火焰啊，它这个飘逸感就特别好，尖尖一定要尖出来啊，一定要尖出来。好了啊，剩下的我就不演示了，好不好，同学们啊？这个也没什么需要好演示的，本身这个稿子啊就比较简单啊。注意这个稿子的尺寸30×40，想放大也行啊，想放大也可以。胡和老师没意见啊，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注意画的时候呀，你们画白描的时候，我这个什么呢？我这个稿子就是浓淡墨稿啊，我肯定要重新再给你们来一份效果图啊，然后你们要有底稿，再把效果图调出来啊，这样对照着画啊，看好每一个线条的处理，然后做好笔记。最后说了啊，你不管你这个画定多大，你这个带最终的定下了以后，拿这个铅笔，或者是拿这种油性的勾线笔的细头，给它把这个框子画出来，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染色，好不好？那好了，同学们，这节课就到此为止吧。我们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绘画啊，我们的接下来的绘画啊，第2步是什么呢？啊，平涂。